很多人都說 Obsidian 是 AI 时代首選的知識管理工具，因為它本質上是圍繞本级 Markdown 文件來工作的，內容天然更容易被 AI 讀取和處理。也正因為這樣，Obsidian 加 AI 變得非常重要。它不只是幫你聊天，而是幫你整理、重組和自動化你的知識庫。但問題是 Obsidian 接入 AI 的方法很多，插件、IDE、CLI、MCP 看起来都能用，但是又感覺無从下手。所以本期內容我會先幫你梳理清楚所有的主流方案，在最後給你一套我目前認為最值得長期使用的 Obsidian 加 AI 的工作體系 Codex 或者 Cloud Code 加上 Cloudium 加上 VS Code 加上 Obsidian CLI， 這個方案兼顧體驗、效率、成本和自動化能力。Obsidian 接入 AI 的方法很多，但先別急着記工具名，真正重要的不是用了哪個工具，而是這些工具分別在什麼層面工作。如果先不分层，插件、IDE、CLI、Agent 這些名詞就會讓人感覺頭大。所以在正式看各種方法之前，我們先抓住2個核心問題。第一，誰在驅動誰？是 AI 主動操作 Obsidian， 還是 Obsidian 把能力開放給 AI 調用？第二，操作哪一層？是直接操作文件層，還是在 Obsidian 的裡面完成動作？只要這2個維度確定了，後面所有的方法就比較清晰了。基於這2個維度，我們可以把 Obsidian 接入 AI 的方案整理成一個4象限圖。這樣一來，每種方法的職責、邊界和適用場景就一目了然。第一象限是 AI 主動在 Obsidian 層裡工作，也就是常規的 AI 插件，比如 Copilot 這一類。它們通常圍繞當前筆記、選區或者全局索引做問答、總結、改寫和輕量的 RAG。它的優勢是沉浸感很好，最貼近 Obsidian 原生工作流，適合你在寫作時順手幫它補一句、改一段，也是一個概念。但它的局限也很明顯，權限很輕，不適合批量改名、移動文件、重組目錄這一類結構化任務。而且這類插件基本上需要單獨配置 API， 持續消耗 token， 部分功能還要額外付費。所以這種方法適合日常寫作、單篇內容處理和輕量問答。如果你的目標是讓 Obsidian 更好寫、更好問，它夠用。但如果你想讓 AI 真正重構知識庫，更好的複用 AI 訂閱，它就不夠了。目前我沒有使用這種方法，後面也不做具體展開了。第二象限是 AI IDE 主動操作文件層，也就是用 VS Code、Cursor、Tray 這一類 AI IDE 直接打開 Obsidian 的倉庫，把整個知識庫當成一個項目來處理。這時候 AI 操作的對象主要是 Markdown 文件、元數據和文件夾結構，而不是 Obsidian 裡的視圖和界面。它的優勢是文件層控制能力強，特別適合跨文件批量整理、統一命名、清洗標籤、生成索引頁，甚至重組整個目錄結構。但它離 Obsidian 原生生態會遠一些，對雙鏈、視圖、插件狀態的感知沒那麼直接。如果改動太激進，就可能帶來斷鏈、目錄混亂、引用關係變化等風險。所以這一類更適合深度編輯、批量清洗、新庫搭建和目錄重構。它像一支外部工程隊，效率更高，但施工前一定要備份，最好配合 Git 使用。中間這一層是我最想強調的混合方案，插件加 CLI 工具。方法上可以用 Cloudium、Terminal 這類插件，把 Codex、Cloud Code 這樣的 CLI Agent 接進 Obsidian。這裡的關鍵不是多一個聊天窗口，而是 Obsidian 負責提供當前的筆記、選區、文件夾這些上下文， CLI Agent 負責真正的執行跨文件任務。這樣一來，你既能保留 Obsidian 裡沉浸式的寫作體驗，又能調用更強的 Agent 的執行力，去做整理、重寫、生成索引和跨文件的維護。缺點是安裝和配置更偏開發者路線，而且權限比較高，最好配合 Git 備份，並且給 AI 的指令要盡量的明確。所以這一類適合邊寫邊整理、內容生產、跨文件任務和半自動知識庫維護。這也是我目前最喜歡的一種方法，既不完全離開 Obsidian， 也不被普通的插件能力邊界卡住。第三象限
是 Obsidian 向外暴露文件层為主的能力，也就是 MCP、API 這類接口方案，把 Obsidian 的文件讀寫、搜索、部分命令能力開放給外部 AI 或者自動化工具。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Obsidian 不再是一個你手動打開的軟件，而是把一部分能力变成接口，讓外部系統按規則來調用。它的優勢是更加結構化、更加智能化，適合接入腳本、工作流、多工具联動，甚至搭建自己的知识管理系統。但它的配置成本更高，也更偏开发者，不太適合只想轻量使用 Obsidian AI 的普通用户。所以这類方法適合自動化工作流、跨應用集成、批量調用和開發者自建系統。這種方法也不是本期內容重點，後面也不做進一步展示了。第四象限是 Obsidian 向外提供 Obsidian 層能力，也就是 Obsidian CLI 加 AI Agent。方法上是讓 Agent 通過 Obsidian CLI 調用 Obsidian 自己來執行搜索、寫入、模板、日記、匯總等動作。它和直接改文件最大的區別在於，不是 AI 繞過 Obsidian 去改磁盤文件，而是 AI 通過 CLI 讓 Obsidian 自己完成動作。它的優勢是更懂 Obsidian 雙鏈、標籤、模板和插件狀態，也更適合做確定性的自動化任務。同時 AI 不一定要反復讀取整個文件庫，很多時候可以通過命令直接拿到結果，所以也能降低 token 消耗。缺點是配置门檻更高，目前更偏終端和 agent 工作流，生態也還在演進，所以這類適合匯總標籤、日記歸檔、批量整理、Canvas 或者模板自動化以及更系統級的知識庫任務。如果前面幾類是在增強人怎麼用 Obsidian， 這一類就是在增強系統怎麼自動做事。接下來我重點分享一下我目前正在使用的幾種方法。AI IDE 操作 Obsidian 倉庫，插件加 CLI 工具 ，Obsidian CLI 加 Agent。我們後面沿着這條路線一層層看清楚它們各自的能力邊界，最終得到一個 Obsidian 加 AI 的最優的方法體系。我們先看第一種進階方法，用 AI IDE 直接打開 Obsidian 的倉庫。它的本質不是在 Obsidian 裡聊天，而是把整個知識庫當成一個 Markdown 項目，讓 AI 直接處理底層文件。Obsidian 很適合這種方式，因為它的筆記本質上就是本地的 Markdown 文件。AI IDE 可以直接查看文件夾結構、筆記內容、標籤、元數據和雙鏈引用。例如，在 Obsidian 倉庫裡，我有個文件夾叫 VS Code 加 Codex。我現在分別用 Cursor、Google Antigravity 還有 VS Code 打開同一個 Obsidian 倉庫。打開之後，你會發現，它們左側都能看到同樣的文件目錄。我們點進 VS Code 加 Codex 這個文件夾，再打開裡面的筆記文件，這時候右側顯示的其實就是這個 Obsidian 筆記對應的 Markdown 源碼。現在 AI IDE 很多，比如 Cursor、Google Antigravity、Tree 這些，但是我現在主力用的還是 VS Code 加 Codex 插件，原因也很簡單。很多 AI IDE 本身就是基於 VS Code 體系做出來的，而 VS Code 更純淨，插件生態也更豐富。再加上我也已經有 Codex、ChatGPT 的會員訂閱，額度夠用，後面很多工作流也會複用這一套，不用每個工具都單獨買一份。接下來我們直接上手看看 AI IDE 到底怎麼能幫我們整理 Obsidian 裡的筆記。我們選擇這個剛剛打開過的筆記文件夾。VS Code 加 Codex， 我們發現這裡的筆記命名不統一，標籤不統一，主題也比較分散。這種任務如果手動整理會很麻煩，但交給 AI IDE 就很合適。這裡我不是直接告訴 AI 說幫我整理筆記，這樣的範圍太模糊了。我會先選擇這個筆記文件夾，把它的相對路徑複製出來，比如這裡就是 VS Code 加 Codex， 然後我把這個路徑放進提示詞裡。告訴 AI 整理這個筆記，然後生成一個索引頁，具體提示詞如下。執行完成之後，可以看到文件名更統一，目錄更清晰，還自動生成了一個總覽索引頁。這就是 AI IDE 的優勢，它不是只處理單篇筆記，而是做跨文件、跨目錄的結構整理。雖然這種方法很強，但是
如果改動太激進，雙鏈、引用關係和目錄結構都可能會被弄亂。所以，如果使用這種方法，一定要注意安全，因為它是直接修改底層文件的。所以建議記住3個點：第一，大改之前先 Git 備份；第二，先用 AI 輸出計劃再執行；第三，一次只處理一個小文件夾，不要直接全庫重構。剛才提到，大改之前最好先用 Git 備份。簡單來說， Git 可以幫我們記錄倉庫的修改歷史，萬一 AI 改亂了，也可以方便回到之前的版本。在 Obsidian 裡面，我們可以通過社區插件找到 Git。在這裡，我打開社區插件市場，搜索 Git， 找到 Obsidian Git 這個插件，下載安裝並啟用。這裡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當我們用 VS Code 或者其他 AI IDE 打開 Obsidian 倉庫的時候，不只能看見筆記文件，還能看見點 Obsidian 等隱藏配置文件夾。這裡面包括了很多 Obsidian 的配置，比如插件配置、主題配置、工作區設置等等。這就意味着 AI IDE 不只能幫我們整理文件，它還可以幫我們快速的理解 Obsidian 背後的配置邏輯。比如我現在想用 Obsidian Git 插件給我的倉庫做備份，我就可以把點 Obsidian 這個配置文件夾中相對路徑告訴 AI， 然後問他，我要使用 Obsidian Git 插件給我的 Obsidian 進行備份，要怎麼配置，幫我梳理完整的流程。這樣 AI 就會根據當前倉庫的實際情況，幫我整理出一套配置邏輯。我只需要參考他給出的流程，就可以快速完成 Obsidian Git 的配置，而不是一點點去翻看文檔或者查教程。所以我對 AI IDE 的理解是，它更像一支外部工程隊，它不是只幫你改一篇筆記，而是可以直接進入整個倉庫，幫你做批量命名、目錄重組、標籤清洗、生成索引頁這些結構性的工作。如果你只想潤色一篇文章，那用 Obsidian 裡的 AI 插件就夠了。如果你想整理一批筆記，甚至整個知識庫，那 AI IDE 就更加合適了。這一部分是我最想講的方法，插件加 CLI Agent。它的本質不是再裝一個聊天插件，而是讓 Obsidian 提供當前筆記、選區、文件夾這些上下文，讓 Codex、CLI、Cloud Code 這類 Agent 去真正執行任務。前面我們已經用過 VS Code 加 Codex 插件，這裡我們繼續用 Codex， 只是把入口從 VS Code 插件換成 Codex CLI， 這樣大家都不用重新理解一套工具，底層還是同一個 Agent， 只是它這次跑到終端裡，更方便接入 Obsidian Terminal、Cloudian 這類插件，安裝也很簡單，打開 Terminal 終端，執行這樣一行命令裝好就可以。輸入 Codex 啟動 Codex， 第一次啟動時完成登錄授權，就可以直接在倉庫目錄裡使用了。這種方案可以分成3層，第一層是直接在系統 Terminal 裡進入倉庫目錄運行 Codex， 第二層是用 Obsidian 的 Terminal 插件把終端嵌進 Obsidian， 第三層就是用 Cloudian 這類插件把 CLI Agent 包裝成 Obsidian 裡的 AI 協作面板。最基礎的用法是直接用電腦自帶的終端切到 Obsidian 倉庫目錄，然後運行 Codex CLI， 這樣 Agent 就可以直接讀取和處理倉庫裡的 Markdown 文件了。如果你不想切到外面的終端，也可以用 Obsidian 的終端插件，它就是把終端放到 Obsidian 裡，方便一邊看筆記一邊跑 Codex CLI， 操作也很簡單。這裡按 Command P 打開 Obsidian 的命令面板，如果是 Windows 系統，就是 Ctrl 加 P， 然後搜索 Terminal， 再選擇這個，就是以集成的方式打開根目錄，這樣就會在當前目錄裡直接打開一個內置終端。更進一步就是使用 Cloudian 這類插件，它的價值不是多一個聊天框，而是能把當前筆記、當前選區、當前路徑直接給 Agent， 讓 Agent 圍繞你正在處理的內容工作。我們打開這個 GitHub 項目地址，可以直接查看 Cloudian 這個項目的詳情。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它支持 Cloud Code 和 Codex CLI 等主流的 Agent， 但 Cloudian 這類插件不能像普通的社區插件那樣，在 Obsidian 的官方插件市場裡直接隨便下載。
原因很簡單，它不是一個只負責讀寫的輕量插件，而是會突破 Obsidian 的原有體系去操作底層文件和外部命令。也正因為它的權限更高，能力更強，所以安裝方式通常更偏開發者路線。這類插件更像一個高權限的協作接口，而不是普通的功能按鈕。安裝 Cloudian 有幾種方式，第一種是用 Brett， 比較簡單，適合快速體驗。第二種是從 GitHub 下載插件文件，再放到 Obsidian 的插件目錄裡，這個方式比較穩，但需要自己操作。第三種是從源碼安裝，更適合開發者，也方便後面更新。我這裡用的是更省事的方法，直接讓 Codex 幫我裝。我在終端裡打開 Codex， 然後告訴他，在當前的 Obsidian 倉庫裡幫我安裝 Cloudian， 倉庫地址是這個。接下來下載、放到正確位置、安裝依賴、生成插件文件這些步驟 ，Codex 都會幫我處理。安裝完成後，我回到 Obsidian 列表裡面，暫時沒有看到 Cloudian。這時候不用慌，我用 VS Code 檢查了一下，發現插件其實已經裝進去了，只是 Obsidian 還沒有加載出來。我重啟了一下 Obsidian， 再回到插件列表，就能看到 Cloudian 了。啟用它就可以開始使用了。Cloudian 的基礎用法很直觀，它默認是以當前文件作為工作上下文。我們也可以用 @ 去指定文件，讓它把某個筆記納入協作範圍。另外，選中的筆記內容也會被插件識別出來，自動作為 AI 協作的上下文。這就意味着它不是盲目聊天，而是會盡量圍繞你正在處理的內容去工作。就像在 VS Code 裡一樣，我也可以讓 Cloudian 幫我整理這組雜亂的筆記。我直接告訴他，幫我整理這組雜亂的筆記，順便生成一個索引頁。執行完之後，這組原本散亂的筆記變成了一個清晰的小專題，文件名統一了，筆記被放進合適的文件夾，還會生成一篇總索引，方便我從這個小入口快速查看和跳轉。這裡再提醒一下 ，Cloudian 安全原則和前面的 AI ID 那一節是一樣的。不管你是用 VS Code 加 Codex 插件，還是用 Cloudian 加 Codex CLI， 它們本質上都是直接修改你的倉庫文件，所以我們不能一上來就讓它修改整個知識庫。最好先限定範圍，比如只處理某個文件夾、某篇筆記，或者一個非常明確的小任務。如果任務比較大，先讓它給計劃，確認之後再執行。最後還是那句話，做大改動之前一定要先備份。對我們來說 ，Git 備份就是底線保護，這一步不能省。除了 Cloudian， 也可以關注 Obsidian Agent Client 這類插件，它的思路類似，但支持的 Agent 更多，包括 Cloud Code、Codex CLI、Gemini CLI、OpenCode 等。所以插件加 CLI Agent 最適合的場景是邊寫邊整理、跨文件維護、內容生產和半自動知識庫管理。它兼顧了 Obsidian 的沉浸式體驗和 CLI Agent 的執行能力，是我目前最推薦的優先嘗試的方法。不過這類方案本質上還是讓 Agent 直接操作倉庫文件層。下一節我們再看進一步的方法，讓 Agent 通過 Obsidian CLI調用 Obsidian 自己的能力來完成任務。最後一種是 Obsidian CLI 加 Agent 調用，它更像一種系統級執行鏈路，而不是普通插件。前面的方案更多是人在用工具，而這一層更像是讓 Agent 直接調用 Obsidian 的系統能力。它最大的價值可以概括成3個詞：節省 token、更加安全、自動化更強。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它不是讓 AI 掃描整個倉庫，也不是讓 AI 直接粗暴的讀寫文件，而是通過官方的 CLI 把指令發送給正在運行的 Obsidian。這樣做的好處是 AI 不需要反覆讀取大量上下文，不用把整個筆記庫都塞給模型裡，所以 token 消耗會明顯更低。同時它也會更安全、更穩定，因為真正執行修改的是 Obsidian 自己，而不是外部工具在磁盤裡隨意改文件。這樣更容易保持雙鏈、模板、標籤和內部狀態的一致性。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Obsidian 不只是個筆記應用，它開始通過 CLI 暴露出一層可以被 Agent 調用的系統能力。
如果說前面的方案是增強人怎麼用 Obsidian， 那麼這一層就是在增強系統怎麼自動做事。關於安裝和啟用 Obsidian CLI， 我們可以參考這個 Obsidian CLI 官方說明頁，主要分成3步：更新 Obsidian、啟用 CLI、注冊 CLI。第一步，我們先確認 Obsidian 已經更新到支持 CLI 的版本，官方要求是 1.12 级以上，不過我們實際操作時直接更新到最新版本就可以了。第二步，我們要在 Obsidian 裡面把 CLI 開關打開，這裡本質是告訴 Obsidian 我允許你暴露命令行入口。第三步，注冊 CLI， 我們在通用設置中找到命令行界面，點擊開啟之後會彈出一個提示，大概的意思是把 CLI 設置到終端裡，這裡直接點確認注冊，注冊完成後終端就能識別 Obsidian 的命令了。最後我依然使用 Terminal 插件打開終端，然後輸入並執行 Obsidian Help。如果正常識別並有結果輸出，就說明 Obsidian CLI 啟用成功了。還有一點需要注意， Obsidian CLI 不是脫離 Obsidian 運行的，它需要桌面端 Obsidian 保持開啟狀態。在讓 Agent 正式接管之前，我們先在終端裡手動跑幾個 Obsidian CLI 命令，感受一下它到底能做什麼。我們先試一個最直觀的動作，打開今天的日記，在終端中我輸入並執行了這個命令， Obsidian 這邊自動跳到了今天的日記。我這裡先隨便寫點內容，方便等會繼續測試。接着在這個筆記中我再追加一條任務，我輸入並執行了這個命令。再次回到日記筆記，我發現這個筆記中已經添加了新的內容 CLI test。 最後我再試一下搜索，我輸入並執行這個命令，終端這裡直接返回了相關筆記的路徑。這裡的關鍵是 AI 不需要自己把整個倉庫都讀一遍，而是可以通過 Obsidian 的搜索能力拿到匹配結果。到了這裡，我們就能直觀地感受到，這不是在模擬操作，而是真正的在控制 Obsidian。Obsidian CLI 特別適合讓 AI Agent 來調用。那麼 Agent 怎麼知道該用什麼命令，怎麼用呢？是的，就靠 Agent Skills。這裡我們使用 Obsidian 官方的 Agent Skills。我將 Obsidian Skills 下載到當前 Obsidian 倉庫的同一個目錄下面。我告訴 Claudian 在當前目錄給我下載 Obsidian Skills。AI 執行完成之後，提示 Obsidian Skills 已經安裝完成了。我切到 VS Code 看一下，當前倉庫裡已經有了這個 Skills 文件。現在我們開始進入這一節的核心，利用 Agent 加 Obsidian Skills 加 Obsidian CLI 完成一個自動化任務。例如，我讀取這篇網頁文章，並保存到 Obsidian 倉庫，並生成閱讀筆記和 Canvas。這裡我會繼續使用 Claudian 的發起任務，不過要事先說明一下 ，Claudian 不是這一節的重點。Claudian 本身可以直接讀寫倉庫文件，但是我真正想演示的是另一項鏈路，讓 Agent 盡量通過 Obsidian CLI 調用 Obsidian 的能力，而不是簡單繞過 Obsidian， 直接在文件系統裡寫文件。所以在這個例子裡，你可以把 Claudian 理解成發起任務的 Agent 入口，而 Obsidian CLI 才是連接 Agent 和 Obsidian 的系統接口。我告訴 AI， 請使用 Obsidian CLI 把這個網頁內容整理到我的当前 Obsidian 倉庫中，保存原文，生成閱讀筆記，生成 Canvas， 文件放到指定的文件夾，不要只在文件系統直接寫文件。網頁和 Skill 如下，任務也不是一次就完全成功。比如最開始原文和閱讀筆記都生成了，但是 Canvas 打開失敗了。這時候我繼續讓 Agent 根據錯誤修復，最後 Canvas 也成功展示出來了。這一節我用的是 Claudian 來演示，但重點其實不是 Claudian 本身，只要是本地 Agent， 只要它能調用 Obsidian CLI， 就可以接入這套流程，比如 Codex App、Codex VS Code 插件、Codex CLI、Cloud Code 等等。都可以做類似的事情。這樣一來 Obsidian 就不只是一個筆記應用，而是可以被 Agent 自動調用的知識系統。所以如果前面的方案是在增強人，那麼這一層就是在增強系統。最後我們總結一下， Obsidian 接入 AI 並不只是一種方式，而是從輔助使用到系統級自動化的
一條連續升級路徑。在我的這套體系裡 ，Codex 是最核心的底層能力，因為它不只是一個工具，而是一個真正的 agent 執行引擎。当然，如果你平时主要用 Cloud Code， 也可以用 Cloud Code 代替 Codex。不用这套思路，圍繞 Codex 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生態，所以我們很多時候並不需要額外再裝一堆工具，也不需要到處配置 API。對我們來說，理想的狀態是盡量只保留一套 AI 會員訂閱，盡量少折騰，盡量讓能力保持統一。這樣 Obsidian 加 AI 才是真正做到簡單、高效、能力強，而且成本足夠低。如果你想看 Obsidian 的底層文件或者批量整理倉庫文件，那麼可以用 VS Code 加 Codex 插件直接去操作文件层。如果你希望保留 Obsidian 的沉浸式體驗，同时又想用 Codex Agent 能力，可以用 Cloudian 插件來調用 Codex CLI。如果你想做更強的自動化，可以讓 Codex 作為 Agent 的主體，通過 Obsidian CLI 去控制 Obsidian。至於你從哪裡發起任務， VS Code 插件、Obsidian 插件、CLI 工具或者獨立 App 都可以，本質上只是一個入口不同。如果你覺得本期內容對你有所幫助，歡迎點讚、訂閱、轉發。如果你在實操中遇到任何問題，也歡迎在評論區留言。我是明亦飛，我們下期再見。